我们今天写生一幅好不好？来，我这里看到一幅很好看的这个照片，来，这个是芍药，好看吗？它是芍药，它不是牡丹花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它的生长的规则跟牡丹花完全不一样。比如说，我们观察一下这个芍药哈，它的芍药，它的嫩枝这个花苞，它有可能从这个叶子的这个节这里生长出来，但是牡丹花就不可能啊，牡丹花就不会有这种状态，但是芍药它会有这种状态啊。这个是芍药的特征，芍药是草本的，牡丹花是木本的，它们是有区别的，它的生长规则是有区别。虽然说它们开的花很相似，但是它的生长规则和它的这个性质，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哈。那我们今天就写生这一幅芍药花，横幅的4尺3开横幅的啊。我们把它画成一个4尺3开横幅的。好，画这个4尺3开横幅的。好，我们还是一样找到中线的位置，那我们就按照这个构图，这个构图非常好啊。这里出枝，这里会有花苞哈，这里再来一个花苞，花苞后面这里还有一朵花。花苞后面有一朵花，然后这个后面这一朵花，这里有一朵哈，这里有一朵在前面啊，这一朵在前面，然后这后面有一朵大的，它在后面。好，然后这些加一些叶子，里面加一些叶子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子一个构图，我们待会儿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可以做一些更改。芍药啊，差点写错了啊。那大家一起来分解一下颜色啊，分解一下颜色。大家看到了什么颜色？大家看到这朵花有什么颜色？底色还是这个太白加3绿加胭脂。然后这朵花我们用什么颜色呢？来一起分解一下好不好？这里总共它是有1、2、3、4朵花，这后面还有一朵啊，后面还有一朵，这样子藏着一朵啊，然后这一朵还在后面，第一朵在这里啊，这个是第一朵，这个是第一朵。那这个花苞还在最前面，我们按照这个实物。我们就按照这一张的实物去写生，用什么颜色去画比较好看？大家看一下。好，玫瑰红肯定是有的哈，用一点赭石吧，赭石、橄榄绿、赭石、橄榄绿。这些颜色本来都是一般作为辅助颜色去画的，但是我们今天这朵花可能它要作为一个主要的颜色。然后玫瑰红，看一下再用一个什么红，玫瑰红直接胭脂吧，胭脂。好，我们就用这些颜色来画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这一朵花就用这几朵花啊。最后我们的辅助颜色可以用一点这个交叉，用点交叉色。我们先来调色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一起来调色。这个
大家看一下，这个是一个芍药，芍药它的生长规则，你看一下，它跟这个牡丹花完全不一样。它一个主干上，它可能会长几个这个嫩枝干出来都有可能。跟牡丹花它一个里面出来只出一枝，不会有不会再分叉。中间不会再分叉啊，但是这个芍药它就会有这样子啊，它可能会一个主枝里面可能会分几个啊，这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啊，它的生长规则完全不一样。所以我们要写生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了解它的生长规则，要去仔细的去写生的时候，要仔细的去观察这个物象啊。就比如说我们去看牡丹花，我们到牡丹园去看牡丹花，你不是说只看这个花好看啊，就是你去看，哇，花好漂亮好漂亮，就去看花很漂亮啊。我们要看的是什么？我们要看它的细节啊，它怎么长的，它的生长规则。我们的画要来自于这个生活，虽然说它要高于生活，但是它确实是来自于生活，你要符合这个大自然的规则。你可以在这个你可以在它的形状、形态、姿态上有所改变，但是你不能改变它的生长规则，那你就稀释了。人家为什么说国画要在似与不似之间？如果不似，就是稀释。不似的意思是什么？你就不跟它的生长规则就脱离它的生长规则，你就是欺骗别人了。似与不似之间啊。如果太似就又俗了，如果你跟他画的一模一样呢，像油画一样呢，又有点俗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些改变。比如说，我们在这个里面看到有这个对比关系啊，对比关系强烈的地方，我们要把它留下来。如果说它都类似，所有的花都一样的，所有的花瓣都一样的，大小都没有变化的，那我们就要去自己去加上我们的主观意识、主观思想，去加以变化、加以改变。好，我们先来调色啊，先来调色，太白、三绿还有胭脂。好，来加点水调和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太白、三绿和胭脂把它调和哈，调成这个纯牛奶状，比纯牛奶稍微的这个浓一点点哈，画这种浅色的，比纯牛奶稍微浓一点点。能够滴成线啊，能够滴成线，大家看一下，能够成线，但是不要太稀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要这个底色要调的跟这个白纸它有一个明显的颜色的一个区别，就是不要说我们调完之后跟没调差不多，就是要让它有明显的这个区别哈，就是跟白纸有明显的色差。
玫瑰红胭脂。这个是赭石，这个橄榄绿，这个玫瑰红，这个是胭脂，还有一个焦茶哈，焦茶。粗血种用生鲜纸，但是要用这个夹纤比较厚一点的生鲜纸，它锁水能力会比较强一点，比较适合这个粗血者。好，来，我们首先来调色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先画哪里啊？先画哪里？我们先画这一组。这个的话，我们先来调一个画嫩叶的颜色，因为我们可能直接要先画一些花苞什么的。调一个画嫩叶的颜色，嫩叶我们用三绿，藤黄，珠标可加可不加，我们可以不加珠标，直接胭脂啊，少一个颜色。哎，这拿错了，拿成曙红了，胭脂哈，胭脂不是曙红。这个三绿藤黄，然后这个胭脂。好，我们首先来画一下这个花苞，这边你看这边是有一个花苞的。我们先来把花的颜色先试一下，把花的颜色先定好啊，看一下花的颜色。我们先把这个赭石薄薄的调一层哈，不要调太多了，薄薄的一层。在这个笔肚里面啊，薄薄的一层这个赭石，橄榄绿也可以调一点，也可以刚开始也可以不调啊，然后调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来，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颜色，这个比较淡淡的、比较清冷的这种颜色啊。淡淡的颜色，大家觉得这颜色可以吗？好看吗？颜色喜欢吗？这种基本上接近白色，你看这个花也是接近白色的。好，那我们花的颜色确定了，我们把这个花放在一边，然后我们先来把我们的纸拿过来啊，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一幅作品。好，我们这一张纸4尺3开的纸，我们可以对折一下。找到这个中间的位置，我们考定第一朵花的位置，大概来比划一下每一朵花占这一张纸的多大的这个位置，比划一下第一朵花。好，我们开始来画这个第一朵，最左边的这一朵，我们画这一朵。那画这一朵之前，我们先要画一个花苞，出来。好，把这个画嫩叶的笔洗一下，我们调这个三绿和藤黄，调成一个嫩绿色，把三绿和藤黄调成嫩绿色。然后笔尖调这个胭脂哈。水分太大了，我们在旁边废纸上去沾一下水，尽量不要控制一下水分啊，不要让水分太大了。三绿藤黄，然后笔尖调胭脂哈。来，我们先画一个这个花苞哈，在这里啊，先画一个花苞。好，花苞是这样子圆的啊，圆的包起来。这个芍药的花苞，它跟这个牡丹花的这个花苞又稍微有一点点区别，沾一点水，笔尖沾一点点水，沾一点点这个三绿，然后还是一样的，也是一样的，要这个花托。好，它也是一样的，有这个花托哈。它虽然说是芍药，但是它一样的是有这个花托的。好，我们画一些这种让它重叠交错的这种感觉。现在用的是三绿藤黄，还有这个胭脂。我们直接用中锋去画，让这个胭脂
笔尖上沾的胭脂就在它的中间啊，笔尖沾的胭脂就在中间，刚刚好。好，这里来一些小一点的啊。好，我们来接下来画一个嫩枝干出来，先画一个嫩枝干啊，还是三绿藤黄，还有这个胭脂，三绿藤黄胭脂。哇，水分太大了，千万不要水分太大了，刚刚一滴水差一点滴下来了，不要让水多到从笔里面感觉要滴下来那种感觉。好，这个胭脂哈，笔尖上要有一点胭脂。这个芍药的这个枝干呢，它可能就会比较直一点点啊。芍药的枝干，它和这个牡丹花的枝干生长规则可能就不一样。它这个花苞的话，它就有可能从这里直接长出来，生长规则完全不一样哈。好，这里来一组花，来一组叶子啊。这个叶子的话，它是比较窄一点点啊。芍药的叶子，它的叶子又跟牡丹花有所区别，所以我们画出它的区别啊。它的区别是，芍药花的这个叶子它比较长，比较扁，它也这个3片叶子。好，这里下面有一些叶子穿插过来。然后从后面穿插一些叶子过来，把这里的叶子变多啊，变密。这个叶子它是比较长一点啊。好，这里再多来几条枝干，嫩绿色，三绿藤黄，加点胭脂。好，这里来一条枝干啊，这条枝干我们先不管它，我们先画其他的。把这个枝干我们再加嫩一点吧，加嫩一点，让它跟叶子有所区别，让它跳出来。今天画的这个是芍药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芍药它跟这个牡丹花，它的生长规则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哈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它的生长规则跟牡丹花有一定的区别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叶子啊，这一组叶子我们先不画，待会儿我们到后面再画。我们先画一组叶子，然后再画这个花，把这个花苞。叶子我们先画这么多啊，边画叶子边画花。那我们现在开始画这个花。好，这一组的话，这个花苞的话，我们先把它加上，加一点点这个玫瑰红，加一点胭脂，先把这个花苞就露出一点点哈，露出一点点出来，露出一点点红色的出来。好，这个特别是这个芍药的花苞就特别圆一点，芍药的花苞你们仔细去观察是不是很圆？芍药花苞它比这个牡丹花的这个花苞更圆一些啊，露出一点点。写生图片在这个这个花苞在这里哈，按这个图的话，按这个图上的这个花苞在这个地方，看到了吗？
从这里伸出一个花苞。那我们接下来就画这一朵花了，现在我们要画这一朵花，画这一朵花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朵花的大概它有这么大，来看一下有多大，大概它有这么大，把它画大一点啊，画大一点，画大一点。我们笔上有点干的时候，我们先补充一点底色，先来补充一点底色。底色如果放久了，它会有一点沉淀。我们先把它摇一下，把底色先摇一下。好，我们先来调一点点这个，调一点点这个赭石，调一点点赭石，然后调这个玫瑰红，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点玫瑰红，颜色少少的就可以了。这整幅作品的颜色它都是比较浅的，比较淡淡的颜色。啊，这个芍药这个花的话，它也是一个比较这个，像这个绣球型的啊，绣球型的，感觉这个笔上的颜色还是调的不够啊，不够均匀啊，感觉。为什么不够均匀？感觉这个笔尖上的颜色太深了，没有调匀的感觉啊，把它复一下笔。所以每一步都要调均匀啊，每一步都要调均匀，然后再补充一点点玫瑰红。好，各种花瓣啊，各种花瓣随意的去组合。好，笔尖上补充一点点颜色，慢慢的颜色，我们待会儿慢慢的颜色也要发生一点点微妙的变化啊。到这上面来，这些花瓣就比较碎了。那这种花的话，这种碎的花瓣的花，它实际上它比较难掌握这个形，但是它画起来它就特别高级啊。这是朝下的，看到吗？朝下今天画的好几朵花都是反着来画。
来蘸一点点这个赭石，笔肚蘸一点点。好，这些花瓣往外飘啊，往外飘，要画出它的这个姿态。好，笔上已经干到我已经画不动了啊，已经干到画不动，还在画。然后我现在笔上蘸一点点水分啊，蘸一点底色，轻轻的蘸一下底色。好，把这个空隙里面补上这个稍微深一点的颜色。这一笔的话没有调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，你看这一笔为什么没调好？你们会出现这种情况吗？就是这个笔尖上的颜色很深，笔肚上颜色没有均匀的晕过来。好，把这一笔复一下笔啊，复一下笔，你看这一笔复一下笔之后就好很多了。向下的一朵花，向下的一朵花。
好，现在笔上又干了，我们又得补充底色了。来补充颜色啊，补充颜色。好，这一笔让它伸出来。缺口里面补上一点深一点的颜色。好，我们现在慢慢要稍微改变一下这个颜色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重新把这个底色，现在慢慢的颜色要稍微有一些变化了。好，重新搅一下这个底色，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。好，我们现在调这个赭石色，调赭石色，然后调一丁点这个胭脂色，笔尖上调一丁点这个胭脂色，来画这一朵花。大家又想啊，怎么又变成了胭脂色？不调玫瑰红，也可以调一点点玫瑰红啊，让它慢慢的过渡啊，就挨着这个玫瑰红的这一部分，我们还是先加一部分玫瑰红啊，不要直接来胭脂啊，还是加一点玫瑰红，挨着这个玫瑰红的这一部分，挨着玫瑰红的这一部分的花瓣，我们还是加这个玫瑰红哈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笔尖上还是加一点玫瑰红。让它过渡的更自然一点啊，让它过渡的更自然一点。这个花瓣也是一样的啊，有大小的这种变化，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变，一下子就把这个颜色就变了，就是脱离了，没有让它过渡，一定要过渡的更自然一点，这个花才会更好看一点，好不好，亲爱的家人们？画绣球形的就没有规则，没有这个。不像包菜形，包菜形我们都有，还是有一定的规则。大家仔细的看课程都有分解哈，都有分解式的教学。包菜形呢、绣球形都有详细的分解。那绣球形也有分解啊，教你怎么去画这些花瓣。这些花瓣绣球形大部分都是书写式的，书写的形式去画。来调这个赭石。调赭石，先调一层赭石。今天画的是垂下来的姿态，亲爱的家人们，我们画牡丹要什么样的姿态都要画啊，什么样的姿态我们都要会画。今天是画这个垂下来的，我们现在蘸的是什么？蘸的是这个赭石和这个胭脂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蘸的是赭石和胭脂哈。那有一些花瓣比较碎，我们就一笔笔的去画，画出一些这个，画出它的笔触，让它有一些这种碎长一点的这种笔触，各种各样的花瓣，让它呈现各种各样的花瓣的形状和姿态。这就是书写式的画。好，现在我们的笔上又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又该补充一点底色了。
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我们又得蘸一点底色啊，轻轻的蘸一点底色。好，把这一个花瓣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啊。把这个花瓣也加大一点啊，加长一点。好，这里生出来一些花瓣啊。好，笔上干了。来补充一点点胭脂，补充一点点胭脂。来，我们现在最后的花瓣，我们要蘸这个赭石，调这个赭石，均匀的调一层，在笔肚的基本上小花瓣到1/2就可以了。然后笔尖上，我们现在要调这个焦茶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颜色又在变，你看每一步的颜色都在发生一点点微妙的、微微妙妙的变化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现在蘸的是这个焦茶了。蘸了一点焦茶了，亲爱的家人们。
好，我现在蘸的是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现在都蘸了这个焦茶色，颜色又开始变深了一点点啊，又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颜色了啊。好，这里调整一下花型，基本上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旁边再来一朵，旁边再来一朵，旁边直接再来一朵，还是相同的颜色，相同的颜色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底色再调一下，把底色再调浓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这个底色再把它调深一点啊，再调深一点。我们第二朵花后面这一朵花，让它的颜色上有一点区别哈，让颜色有一点区别。好，把这个底色再调浓一点。
好，我们现在来调这个赭石了。我们在这个花的中间部分用这个赭石和这个焦茶。刚开始还是用一点点胭脂吧，让它的颜色稍微过渡一下。好，有的时候我们蘸一点蘸一点焦茶，有的时候蘸一点胭脂啊，有的时候蘸一点胭脂。好，现在笔上有点干了，有点干，我们再加一点点，补充一点底色进来。好，注意一下花型啊，补充一点玫瑰红，补充一点胭脂。飘出一个花瓣啊，标出一个花瓣。好，再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。哇，这个颜色不小心全部弄进来了。好，再来一个啊。好，中间再来补充一点深色的。好，这个花瓣让它大一点啊，让它飘出来。后面也要再加一点啊。你看这个让它重叠，从后面重叠的这种感觉，它不在同一朵花。
来，我们再来加一点底色，笔上干了，我们加一点底色。好，我们这个绣球型的就是书写性的啊，书写性的，你画出它的姿态型，层次给衬出来啊，否则你没有衬出来，就2朵花的话。好，我们这里，现在我们画后面的了，先还不画后面，还有前面的。纸笔尖调胭脂，看一下这个花苞在什么位置。这个花苞它是要超过这2朵花的这个位置。我把这个花苞画的画到下一点点啊。笔尖蘸一点胭脂啊，蘸点胭脂。芍药的这个花苞的话，它会更圆一点点。然后这个花的话，慢慢的变黄，中间的红色的慢慢有一点点红，有一点点黄。好，笔尖蘸一点点红色，蘸一点红色画这个。这个芍药的花苞，它跟牡丹花的花苞，它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区别的，它是比较圆一点。好，嫩绿色，然后蘸点胭脂，这还是一样的有花托啊。好，画出它的花托还是一样的，虽然说是这个芍药啊，它一样的有这个花托，这卷起来这种感觉啊。笔尖蘸一点胭脂进来。好，我们来画一条嫩枝干出来。这个嫩枝干我们可以嫩绿一点，让它跳出来。它这个芍药的嫩枝干，它跟牡丹花的嫩枝干，它又颜色又会有一点点区别。这个线条一定要稳定。笔尖胭脂不够，再加一点。好，这条线一定要有这个力度，要稳定啊，用笔一定要稳定。画一点这个老叶子啊，加一点墨。这里没有墨了，加一点墨。画一点深一点的颜色的叶子，还是用这个刚刚这个绿色加一点点墨。加点墨，画一点点深一点的叶子，这里画一组深一点的叶子。
药的叶子它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。芍药叶子它是比较瘦长一点啊，还是蘸一点绿色，蘸一点墨。还是蘸一点胭脂笔尖上。好，它这个芍药又是它的特征，它从这个节里面又可能出一个，又可能会出一个枝出来，但是它稍微要比这一条要小一点点啊，比这一条要小一点点。这是芍药才可能这样长啊。如果说是这个牡丹花，它不会这样长啊。牡丹花一条嫩枝干就长一朵，牡丹花的嫩枝干一条就长一条，就长一朵，它不可能，它不会有这种状况出现啊。它不会有这个，不会说有一个这个什么，一个嫩枝干又出两个，不可能有这样子出现啊。这个是牡丹花，不可能有这样子，因为这个是芍药，亲爱的家人们。我们今天画的这个是芍药，亲爱的家人们，它是不一样的啊。芍药它才会这么长。好，来加上这个一点点这个红色的花苞啊。好，让它有一些交叉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从这个枝这里再出一个花苞出来啊，从加点颜色。好，从这里掺一个出来啊，从这里掺一个花苞出来。这个花苞我们可以还没有一点点这个红色的都看不到都可以啊，全部包起来，包起来，包得严严的。
好，再来一个啊。好，这一个的话，有可能它从后面哪里插，所以我们先把这些需要勾液晶的先把它勾一下吧。这些都干了，把这几个液晶勾一下。然后加上一点点，勾一下液晶啊。好，我们继续画花啊，这后面还有一朵，可以先把这一朵画了，先把这一朵画了，或者先画这一朵也行啊。这一朵，中间的这一朵。来把底色搅一下，因为底色放久了它会有一点点干，搅一下底色，然后我们继续来哈，来画这一朵，中间的这一朵哈，中间这一朵，哎，玫瑰红没有了，我们再来一点玫瑰红。我们这一朵的话，可以蘸一点这个蘸一点这个橄榄绿啊，蘸一点橄榄绿，然后再蘸这个玫瑰红，让颜色上会有一点点区别哈。每一朵的颜色在稍微有一点点区别。那这一朵画的话，你从哪里画都可以，反正它是在后面的一朵。你从这个心这里啊，你把心定在这里，你就从这个心这里开始画也行。就是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任意的去组合，好吧，亲爱的家人们，画绣球形是没有规律的，有规律的东西都是什么？如果说你有规律，你一朵花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的规律，那你这个花就肯定不灵动啊，只能说死板。不用硬气套啊，不用硬气套规律，没有必要。我们画画的话，它就是没有规律。谁学画画有这个公式的？没有哈，没有公式的就不叫画画呢。懂画画的朋友就知道，画画肯定是没有规律的。我们要讲的是什么？大规律啊！大规律是什么？大规律就是化理关系。化理关系又是什么？又是各种对比关系，知道吗？我们要讲的是这个化理关系，而不是这个公式化的套路的这个方式啊。我们要讲这个化理关系。化理关系是什么？各种对比关系啊，比虚实啊、大小呀、深浅呀、大空小空呀，各种对比关系。我们的画面只要符合我们的这个化理关系，它就是成立的。
好，这里画一个大的花瓣啊。好，把这个花，这一朵花加大一点啊。好，这一朵就在它的后面啊，又在它的后面。好，有的地方回一下笔啊。好，来蘸一点赭石，蘸一点点这个玫瑰红。蘸一点点玫瑰红，中间的这一部分啊，稍微的红一点点，蘸一点点玫瑰红。画这个绣球形，你主要就是看它的整体形哈，细节上的这个花瓣，你不要想着这个花瓣你画成正反瓣啊，不用管它，你就随意的去画，随意的画，随意的画的有笔触就行了啊，有这个笔触就行了。
这个是我们现在调的是这个赭石，然后调的是这个焦茶，可以调一点点胭脂和可以调一点点胭脂。好，调了一点点胭脂进来啊。好，我们这朵花让它有一点特别，我们把这个花瓣里面扫一点点深色的。好，我们这一朵花啊，让它稍微的不一样一点点，扫一点点深色进去。好，这里是胭脂啊，这里我是后面的花瓣，我扫了一点点胭脂进来。好，这里让它有一点点啊不一样。芍药的话，它就有可能是这样子，中间这里再加一点点啊，中间这里再加一点点深色进来。就直接用这个。用这个玫瑰红哈，用玫瑰红把这个心这里加深一点点啊，扫一点点这个玫瑰红进来。好，让这朵花的颜色稍微有一点点区别，跟这两朵旁边这两朵让它有一点点区别。来，咱们一起看一下这三朵花，你们觉得这三朵花哪一朵最好看？这朵现在是湿的，它干了之后，它的颜色会又有一点变化。你看这两朵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再画一朵啊，在这个地方再画一朵。好，底色还是这个，我们把底色再搅一下。
好，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玫瑰红，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玫瑰红。这朵花在这个什么，这个花苞的后面啊。现在这个底色又稍微的水分大了一点点，因为刚刚底色快没有了，我又加了一点点水，加了一点水也是一样可以用哈，没有关系。就是你画熟了时候，水分多少、水分大、水分少，你都能够自己去把握控制。不像刚开始学习，你可能水分多了，你就控制不好，用不好。那你画熟了之后，你多少你都能够去驾驭得了。好，笔上干了。好，这里画一个大花瓣啊。来，笔尖上再蘸一点玫瑰红。好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啊，还是一样的，各种各样的碎花瓣，任意的去组合。好，往右边再来一点点啊。好的，根部的话它是比较红一点点啊，在这个花的根部，越到上面的颜色会越来越偏赭石一点点，所以我们到现在我们要再加的就是赭石和焦茶色了，或者是加一点点胭脂，颜色在慢慢的在发生变化了，亲爱的家人们，这朵花里面的颜色慢慢的在变化，这个时候加一点点胭脂，我们待会儿胭脂就不加了。我们待会儿到后面，我们慢慢就加焦茶和这个赭石2个颜色就可以了。好，赭石还有这个焦茶，来这2种颜色。慢慢到后面这个花的话，又开始颜色深了一点点。那这个时候我们把笔加一点底色去啊。好，我们现在是蘸的是这个赭石和焦茶2个颜色啊，有的时候可以调一点点这个橄榄绿进来，调点橄榄绿，调点这个赭石和焦茶。好，这个颜色，赭石和焦茶，橄榄绿、赭石、焦茶这3种颜色，画这个最底下这一层花瓣。稍微上一点的时候，我们还加一点点红色进来。好，各种各样的花瓣任意的去组合就行了啊。调一点赭石，调一点焦茶。
好，我们来补充一点底色，补充一点底色。好，这里还花瓣补充大一点啊。来站起来看一下，这一朵花我们就把它画扁一点点，扁一点，不用它太圆了。看一下花型，去调整一下，花型哪里需要调整，我们就调整一下。好，这张让它扁的、宽的。好，这朵花这里还可以再加一点点，再加一点点，往后再延伸一点点。这延伸的话，我们就少一点点颜色。好，把这一朵稍微加宽、加大一点点啊，再来一层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些这个叶子、枝干之类的，再画一些叶子、枝干之类的。三绿还是三绿藤黄？好，这个是从这里穿过来。好，也三个叉，我们来画一下它的叶子。我们加一下这个花的叶子。叶子的话，我们用一点三绿，加一点墨吧。用三绿加墨。一部里面有三绿，这个盘子里有这个墨。这个芍药的叶子它会有一些区别，它会是比较芍药的叶子它是比较长一些的。好，这里也让它感觉很多，蘸一点三绿，蘸一点墨。芍药的叶子它是瘦长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这后面还是很多叶子的，画密一点啊，画多一点叶子。蘸一点三绿，蘸一点三绿，蘸一点笔尖，蘸一点墨。好，蘸一点绿色，也可以蘸一点胭脂啊，
也可以笔尖蘸一点胭脂，让它有不同颜色的。亲爱的家人们，咱们今天画的是芍药啊，芍药它跟牡丹花它是完全不同的，它是两种不同的这个植物。它跟牡丹虽然说很像，但是它是完全跟牡丹是完全不一样的啊，亲爱的家人们。芍药它是草本的，牡丹它是木本的，所以说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东西。好，这个三绿没有了，我们再加一点三绿进来。好，这个从后面伸出来的。好，这是后面的叶子啊，后面叶子要在这个缝隙里面，让这个叶子显得很多很厚，叶子不要显得很单薄，好像是一个平面的画，我们要让它有厚度有层次。好，这个芍药的叶子它是比较瘦长的，跟牡丹花的叶子它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啊。好，这些画出它的一个叶子一个层次。好，也要伸出来一些些啊，这里可以伸出来一组，在这边伸出来一组叶子。
好，这边再来多一点啊。有一些交叉。好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再不要加一点点。今天咱们画的是芍药哟，画的还真的不是牡丹哟，它真的是芍药哟。你看一下它的生长规则啊，这些都是芍药的特征。牡丹的话，它不可能这样子出的。牡丹的叶子它不会这么粗的，亲爱的家人们。好，这个藤黄没有了，我们再来一点藤黄吧，来一点藤黄。好，这里再加一些叶子。这里滴了一滴水，但是不影响啊。好，这里后面再加一组。好，这里再多加一些叶子进来。好，加一些叶子，用三绿、藤黄还有这个胭脂。好，注意叶子的一个层次。那后面肯定还有很多叶子，我们是看不到它的层次。看不到，我们就把这个缝隙里面加上就好了。好，我们稍微的勾一下叶筋吧，勾一下叶筋，然后我们做底色吧。我们先勾一下叶筋啊，把叶筋勾一下，来一点点淡淡的黑色来勾叶筋，不做。勾叶筋不要太跳了啊！你看这个颜色本身就不深，勾叶筋用淡淡的墨就可以了，或者是不勾也行。这个芍药的叶筋它本身就看的也不太明显，不勾也是可以的。要等它完全干了之后，才做。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幅作品整体效果，给大家看一下。